營業超過40年的婚宴會館，提供了大廚熱菜吃到飽，各種經典的菜任你點任你吃。但是怎麼整場卻……大家好，我是小刀。我們現在來到中和這裡了啦。那我們現在所在位置是在金世界餐廳。各位啊，我們今天過來這邊呢，是因為有許多觀眾向我們推薦這家餐廳啊。但是啊，我們都礙於一個人啊，沒有辦法來這邊自己挑戰啊。所以啊，今天我們有揪了友台一起來這邊嘗試啊，就是邱太太、邱先生。大家好，我們是邱先生一家人。南宮站內了。今天我們3個人一起來這邊吃這家餐廳它所提供的熱炒吃到飽。要不然呢，早期我曾經有來這邊吃過它的婚宴菜啦，我會覺得說它整體給我感覺啊，就是非常有我們那種比較年輕時候吃那種板豆的味道，是還蠻值得嘗試的啊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們繼續試試看嗎？好，催淚 ，Go！ 去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們现在已经就座了。還有說，我们剛一入場的時候啊，店家人員就幫我們點好菜了。可是啊，差不多過了5分鐘啊，他菜已經上了差不多齊了。那我們在用生魚片開胃之前呢，我們先把生魚片好朋友瓦薩比醬油給準備好了。我們先從沙西米吃起來。我只能望於心看。哇，它今天这個生魚片啊，它吃起來口感是綿密的，而且吃起來會有一種鮮味。我就說，以今天我們在大台北啊，這個吃飯價格可以吃到這樣的沙西米啊，其實是還蠻不錯的。可是不知道為什麼，它今天現場已經6點了，全場只有我們這一桌，超長，到底怎麼回事啊？三文魚沙西米。它这吃起來竟然是有肥油的哇！就是我很少在這種婚宴菜可以吃到這麼好吃的那個生魚片。可惜它這個沙西米它只能點一次啊，因為它今天菜單啊，它要分2面有一面啊就是只能點1道，它另外一面啊就是如果你吃到喜歡的，你想要一次點個10份都沒問題啊，可以讓你一直重複點。這麼脆的聲音哦！它這個避風塘炒蟹啊，它把螃蟹炸到非常非常的脆，然後再炒上避風塘味道，這個很好吃哎！而且它像螃蟹肉啊，吃起來還蠻飽食的吼。我們來試試看軟殼蟹。咬下去啊，它這個非常的軟呢，很好吃哎。它也是將外殼啊軟殼炸到酥酥脆脆的，可是裡面整個都是軟的，這口感非常棒哦。接下來這道是五味軟絲，它這軟絲吃起來也是十分的新鮮脆口啊，而且它搭配上了我們的海鮮好朋友五味醬啊。那個五味醬它會放大整體的鮮味啊，這感覺很棒哎。不過它因為它原本是單點的，所以它會更大盤。然後我們是人，它會依照我們的人數去配那個分量。沙拉魚蛋，哇！我還記得小時候我吃到這道料理啊，從那之後啊，我就一直非常非常喜歡吃這種魚蛋啊。它加上那美乃滋的罪惡感啊，非常的棒啊！接下來這是蒜泥炒蝦，它這一份呢，總共就3隻蝦，一人1隻。對，但是蠻不小隻的。我覺得說它這個炒蝦吃起來，感覺好像跟我想象中有一點小小的落差啊。因為通常這種蒜泥蒸出來的蝦子啊，應該會有一種會讓你覺得很鮮的味道，然後吃起來就，豆酥鱈魚，
我剛剛吃到那一塊啊，是有吃到一塊很厚的魚油，然後我們在咀嚼的時候，它魚油從嘴巴化成一起進滿嘴巴，這感覺好油哦！我們趕快配口茶。而且今天这家店蠻特別的地方是啊，我們來這邊用餐，他提供給我們幾種飲料啊，然後我們就先選的冬瓜檸檬啊，我們大家再看看可不可以換其他飲料跟各位分享。生菜蝦鬆，它這蝦鬆的味道，我感受到有芹菜啊，還有油條脆口感啊。可是啊，它外面的主體的味道實在太過於搶戲了，非常的菜啊。接下來是十分經典的開胃菜——海蜇皮。這不是經典，什麼是經典呢？我會覺得說它十分的開胃啊，就感覺我們今天應該是可以跟它好好的大戰一場啊。接下來是十分經典的雞腿卷啊。它的雞腿卷呢，就是不管到哪裡啊，也許都吃到它，甚至味道也是非常相似的。那我們點的下一回合菜啊，已經陸續上桌了啦，我們趁着吃起來吧。那我們先從酥炸鮮蚵吃起來。這個很新哎，57哦，這有雞南佛大小。哇呀，這個又大力又新鮮呢。接下來這是富貴雙方，它這個料理啊，它吃起來就是味道十分熟悉啊。可是它今天這個裡面好像少加了一片那個脆脆的那一片嘛，感覺好像口感少了一點呢。它這個外面呢，今天也是改用吐司，可是我覺得反而比原來的富貴雙方呢，那個口感還要再柔軟一點，其實我蠻喜歡的。接下來吃鐵板起司牛柳，這牛肉超嫩哎，軟嫩的奶油牛柳啊，它上面加上一層厚厚的焗烤哇，它吃起來這道是罪惡感十足哎。接下來是炒海瓜子。它這個海瓜子啊，就跟我們平常這些熱炒店所吃到的口味就是一模一樣。它這個十分的下酒哎。接下來是經典的椒鹽肥腸。那這時候我們來配口麥仔茶，喝喝看。哦，這是很經典婚宴會館的麥仔茶。再來是辣牛肉。他們講這種辣牛肉就是在講脆脆的口感，而且說它吃起來有一種淡淡的麻油香哎。我們剛好最近天氣變涼，吃到這個啊，感覺十分的舒服哎。然後我想到那個辣牛，我想說，你在說牛肉嗎？後來才想到是六兩肉，那個松板肉就是那六兩。我知道。接下來這個是椒鹽牛子骨。我吃到這塊的時候啊，我並沒有感受到什麼味道啊，就只有一股淡淡的油味而已啊。而且說它的口感呢，非常的有口感啊。哇，這接下來是三杯中卷。它這個就是我們平常在熱炒店吃到的三杯中卷啊。可是我們前面吃到的軟絲啊，再吃到這個，我就覺得說，哇，這兩者好像有那麼一點小小的懸殊啦。
那各位啊，我剛剛有點了一份山藥雞湯，我們來試試看吧。會不會是因為我們前面吃到的東西口味太重啊，所以它這喝起來，竟然是沒有味道的？我們放的太涼了，然後它的山藥呢是有點脆口，但是雞肉呢，我覺得稍顯沒有那麼好吃一點。可是呢，整體來說的確是蠻清淡，可是我覺得可以平衡剛剛的重口味啊。剛那些沒有配那麼一點這個啊，真的是需要去綜合一下。蔥爆烤鴨，如果平常你有在吃烤鴨二吃的話，你吃到這個，你會覺得說它的味道會非常非常的熟悉呀。它這就是炒的很好吃的那種鴨骨架耶。那我們點的第3回的料理也陸續上桌了啦。接下來吃鳳梨蝦球。我嚴重懷疑我們今天是來到百元熱炒店呢。它這個蝦球不管是吃起來的味道還是那口感啊，就是十分經典台灣蝦仁啊。然後是鳳梨罐頭。味道的鳳梨比蝦球好吃。哦。薑絲大腸。哇，它這個就跟我之前在中壢那邊客家莊吃到口味一模一樣，很酸呢。這我沒有辦法。啊，真的太酸了。等下我就把這個解決掉。这個沒有辦法。覺得很酸呢，很酸到我真的快牙齒酸痛了。沒關係，沒關係，我要吃一吃。接下來吃橙汁排骨。我們剛吃完那道那麼酸的腸子之後，吃到這個啊，有種很清新的感覺。它的酸甜味還蠻平衡的，所以其實是個蠻不錯好吃的菜。接下來這道是我期待許久的5根腸旺啊。它這個鴨血吃起來口感十分的飽滿啊，而且說他們的腸子啊，吃起來也是十分軟嫩呢。他們這兩者啊，都有吃到這醬汁的味道啊。哇，這道是非常的下飯呢，很讚呢。的確像他講的前辣後麻。來試看花枝蝦餅。它的蝦餅啊，它就是我們很經典的菜市場蝦餅啊。不管在哪邊啊，你都吃得到啊，十分的有台灣味啊。接下來是糖醋魚片，它這道魚片啊是果粉炸完之後啊，然後再拌上糖醋醬的啊，反而連它上面炒的這個紅椒多汁的味道還比較重呢。它的彩椒因為加了蠻多，所以把它那個糖醋的味道都覆蓋掉，所以比較重的是那個彩椒的味道。那各位啊，我們的點心已經上桌了啦。那今天現場的餅啊，有蚵仔，還有土豆的啦。我們先從土豆的吃起來。這就是咱以前咧吃迄種古早味的。沒有想到我們今天在大台北雙北這個地方啊，還可以吃到這個口味的冰呢！哇，好久沒有吃到了喲。請忘記這裡是婚宴會館，婚宴會館就很容易吃到這種東西。他為什麼沒有炸湯圓？刷的是蚵仔。它吃起來就像我們平常在吃那種蜜芋頭一樣啊，是很滑的哎，有幾種古早味。
接下來是百香果3粉圓。它就是很经典的餐飲用百香果果汁，然後再加上3粉圓而已啊。但是我們這樣從頭吃到尾啊，最後吃到它，就有一種好像今天圓滿結束的感覺啊，哇，很舒服哎。我們吃到最後啊，我們有點了一些蒸笼點心來填個肚子啊，我們來吃看吧。它這裡面的餡料就是包着十分經典的黑芝麻啦，只不過它把它做成香菇造型的而已啊。我們来吃吃看叉燒包。拜託你煮球啊！它這叉燒包，我會覺得說它的麵皮啊，感覺弄到有那麼一點乾呢。它整個吃起來感覺十分缺乏水分的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吃完所有東西了，那等一下我們去結賬之後，再到面做結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們現在先來到外面啊，那來說我們今天吃金世界餐廳的想法吧。各位啊。我們今天3個人啊，我們在平日晚餐場過用餐咯，我們的費用是2500元。Oh my god！以這個價格啊，你覺得我們今天感覺是如何呢？我們覺得啊，就是如果你食量沒有到非常大的話呢，第一面那個只能點1道的餐點啊，你就多點一些，因為我覺得精華都在那一面裡面。那至於前面呢，你都先吃飽了，後面覺得還不夠的話呢，你再去點第2頁那個可以點多次的餐點。可是以這個價格啊，在雙北這個地方哦，你們覺得這樣子收費是 OK 的嗎？如果是你的話，我也想要來這邊用餐嗎？也歡迎留言跟各位分享啊。但如果我說今天我們這回來用餐的話，我們 OK 嗎？真的那 OK 啊。可是我們今天從他開門吃到底啊，整場只有我們這一桌而已，這樣子老闆沒問題嗎？不過 OK 啦，我們覺得說我們這次吃完呢，我們3個一起這樣吃哦，我們也吃了20幾道了吧，這等於1道100塊錢啊，這樣算下來，是非常的划算呢。但是說如果未來啊，你們有想要來這邊用餐的話，他這邊停車還蠻方便的，我們這旁邊就有個收費停車場，每個小時30元，而且說它的位置，我就覺得說還蠻多的，還蠻不錯的。但是如果是騎機車的話，它周遭就有許多機車停車格。但是你要找一下，大多都會巷弄裡面呢，好不好？那有這邊有所推薦，超單一回人告訴我，那我就回過了。如果喜歡看的話，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就頻道我都感謝我支持我，我們下個影片見啦，大家拜拜。